瓜拉古樓係位於霹靂州吉輦縣一個河海交匯嘅漁村小鎮。呢度嘅生活節奏就好似潮汐咁慢慢流動，而每一個潮汐都有佢嘅故事。呢度幾代人都係靠海為生，樸實、堅毅又自豪。第三次嚟到瓜拉古樓，係同呢兩位朋友結伴同行，而今次令我對呢個地方有更加深刻嘅體會。我是江国庆，我是土生土长的鼓楼人。瓜拉古楼是鱼米之乡，海产方面，然后还有稻田方面，都是我们的经济来源。是一条鼓楼河，把整个鼓楼一分为二，半叫做市区和港角，另外一边我们叫做对面港。我是陈振彦，甘榜内拉县的村长，72流。这边鼓楼有3个新村，一个是加兰班代，一个是甘榜内拉县华人新村，然后一个是对面港巴干斯布朗华人新村。华人大多数是捕鱼啦，马来人就种稻啦，印度人很少啦，差不多3万人啦。华人只有8000个人这样。这边的人他会讲福建，也会讲潮州话。对面港的就是讲福建话多啦，这边呢掺潮州话和福建话。对面港的人要来到学校，要来到政府部门，必须通过一个渡轮，载车载人的、载摩托的渡轮，然后过来办事。那个飞力在1937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它飞力很大辆的，可以带车的，还可以带2辆车。不用钱的，那边不用钱的 ，JKR 的吗？车过也不用钱。那么在2005年，政府拨款建了一座大桥。飞力是在2007年4月30日的时候，最后一天然后就关掉了。渡轮停止服务之后造成一些对面港的居民不方便，因为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驾到那个很远的那个大桥。所以在多方争取之下，在2009年的时候建了一座小桥，供行人、摩托行走。1950年代、60年代，瓜拉古楼是一个渔业发展很蓬勃的地方，很多外国的年轻人都跑来这边当渔夫。在渔业发展最好的时候，很多城市的海产都是从这里供应过去。在最好的时候，鱼虾、螃蟹，所以它是影响了整个运输业，还有它的加工业。在加工方面，我们会有晒咸鱼的行业，影响了家家户户、家庭主妇都可以有工作晒咸鱼加干，提高家庭的收入，帮助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渔夫的收入增加了，消费也提高了，所以整个市场的行业什么生意都好做。我的爸爸也是买鱼的老板上次是做这个新鲜的鱼，然后过了就做这个咸鱼。鱼是从泰国来的大多数啦，本地的也有，他们现在是本地也有，我们就杀咯，切然后就腌咯，腌2天，有一些比较小只的腌1天罢了啦，腌了改天就拿来晒咯，晒1天罢了。太阳很旺的时候啦，1天了，不够1天也可以了。我是瓜拉古楼近海发渔业有限公司的东主。我们渔船大收都通常是晚上回来的，半夜回来的。他半夜已经是停在我的港口了，然后明天早上呢就6点开始，他们要在他们的船的冰箱的同一层拉起来、吊起来，然后上我的码头，然后我们码头就是进行分类，
我的渔船每趟回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因为它深海，有时认识不完啊，鱼类真的频繁的只有那个干梦鱼哦，然后我们拖网的是那个红鲤呀，红色的红鲤。我们深海的就是手动比较多，做了这个 C 牌的船应该有3、4年这样子。以前我是做 B 牌的，我借我爸爸手的 B 牌的，是政府叫我们转型 B 牌换 C 牌，所以我才尝试 C 牌的船。全马来西亚都可以捕，只是要超过15海里，15之内不可以。B 级就是在5海里到15海里之间，A 级是1海里到5海里。种种问题也是蛮多啦，现在行情不好啦，工人问题啊，渔获也是逐年减少，所以我们就是也要顾啦。尽量我们的渔船出去就是尽量垃圾捡回来，把纸袋就是鼓吹就捡回来，我们丢垃圾桶。可是我们现在最想面对就是直接去消费，批发也是算中间人，因为我们卖的给批发的价钱是不会很高，可是你看市场的消费者买到的价钱又更高。我们有想，我们有 brand 这个东西，因为我跟着时代走，因为我们现在渔获不稳定，不能 stable， 所以我们还不敢做，我们货不多。假如我们货很 stable 了，我们就可以。我是姓黄，名叫耀琴啦，人家叫阿琴比较多。25岁啊，来自2000年，00后了，结婚了。有个孩子了，应该在16、17岁了，开始接触咯，海产的方面到现在咯。父亲的生意啦，父亲的生意传下来咯，那我接手这样子。父亲是第1代，我是第2代哦。一开始接触是中学时候啦，应该中学时候，小时候也有感兴趣，对鱼感兴趣了。早上读书咯，下午就帮忙哦，然后直到毕业过后就 full time 了咯。你本身喜欢这个行业吗 ？OK 啊，可以啊，喜欢啦，喜欢算是喜欢。其实也不懂哦，喜欢什么，刚好我的兴趣也是海产哦，喜欢做这类型的工哦比较多。城市有想过啦，但是想到到最底还是要回来这里啊，这倒不如从生意在这里开始。有试过去城市工作？没有，还没有试过。有经历过啦，去玩那些是有啦，但是到最后应该还是这里比较适合啦，感觉比较适合我咯，环境比较舒服咯。你其他兄弟姐妹是不是做这个行业？不是，只有我一个接手。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很少啦，很少会找到还要从事海产的生意啊，应该很少，可能10%、10%、20% 这样子咯。就是海产就是肯定了一些鱼味啊。臭味啊，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啦，我觉得有些人就不能接受不到哦。我是 C class， 这边是 C class，C 跟 C 度咯，深海拖网的，一个 trip 差不多是1个星期到10天左右咯，什么都有啊，手动比较多啦，我们 focus 手动跟一些杂鱼咯，什么鱼都有啊。我们都是批发，零售很少，都是批发到各个的批发市场咯 ，KL 啊，Johor、新加坡、马拉哥现在每个地方的巴沙布隆这样子咯。黄色是 Perak 咯，连这个蓝色就是 Penang 跟 Perlis， 红色就是 Selangor 跟 Kedah， 它以这个颜色来分这个船是在哪一区咯。因为我们Zone C可以哪里都去嘛，我们可以到老高一，可以到布拉邦哥，可以到 Johor 也可以。我是金一咯。我是这间海信米角的第3代负责人。其实呢，我们是在日本呢侵占我们马来亚的第2年呢，就开始投入这个米角行业了。然后呢，就一直坚持到今天。日本侵占的第2年呢，我们开始，因为呢，当时呢，很多城市或者大型的米角呢，他们呢就没有办法呢，就是运作，所以呢，就造就呢，我公公呢和我伯伯呢，他们有机会呢，就是在小农村里面呢，就是开始呢投入这个米角行业，然后呢也是非常辛苦了。然后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我们才搬来这个县址咯，就是这个现在的地方。那我们以前叫做八顶呢，就是在我们的旧家。然后到1942年呢，到1950年呢，我们才搬来这个地方。然后呢，就一直到今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呢，估计有83年了。我开始 take over 就是负责这个米角行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过去呢
的历史呢，的确呢会让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呢越走越肯定哦。早期呢到了1990年的时候呢，我们政府呢开始呢就是参与这个米商行业或者米角行业呢，那很多人呢开始呢就是把这个行业呢就是重新投资在另外一方面，就好像油种业或者是发展商，很多发展商都是来自米角行业咯，所以呢都是把资金呢转移到那一方面。那我们也是把资金呢，大部分的资金呢转去到那个油种吧。但是呢，因为呢这个是祖传的主业啦，所以呢就我父亲呢就一直坚持了，跟我爸爸一直坚持到2000年的时候呢，过后呢我们才重新 refurbish。幸亏啦，因为我父亲他在过去呢有60多年的经验在这个米角行业，所以呢他有跟我们分享呢，其实呢米呢很多人呢已经是误解，把它当成是一个只是吃饱的食物，它并不是吃饱的食物，它还比吃饱的一个食物呢还要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它可以提供了很多一些我们日常需要的营养。所以呢过后呢我们再一次呢就是重新了解稻米，开始呢就是转型呢我们把它变成了就是一个小型的精致的健康米的工作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生产的就是 focus 在健康米。过去呢就是60多年呢我们在白米行业算是白米世家啦然后过去呢在瓜拉古楼整个吉輦县呢都有蛮多的米角，很多呢就是旧的行业呢，西洋行业呢他们就开始呢就是转型了。所以我们现在鼓楼呢就剩下我们唯一一家了，就是继续保存。那我们幸亏呢就是有爸爸父亲他们过去的经验呢，让我们呢继续秉持着就是白米世家的那种品牌啦，然后呢继续把这个米呢发扬光大了在整个鼓楼只剩下我们一家，以前有4家的大型的啦，当然小型的还有很多。老闆送咗我份手信，從佢精微嘅包裝，我哋可以睇得出呢份手信絕對跟得上潮流。健康米唔單止保證健康，亦符合咗現代人送禮嘅審美標準。這個健康米呢，坦白講呢，這個是我父親呢，在過去呢米角行業裡面呢，他一直呢都有去研發自己的就是產品啦。然後呢，當時呢他就發現呢，也聽到呢就是胚芽米咯，然後呢他就開始呢就是了解，過後就發現呢，其實這個胚芽米呢，的確就是我們60年代、50年代呢早期比較粗糧的那種白米所以呢，他講說，這個米呢，其實長期吃呢，就是的確會幫到我們的身體，特別是呢，就是提升我們的免疫力咯。所以後來呢，我們就在慢慢的細膩的去了解就是根據顧客的回饋啦，然後我們把它弄得更完美咯。我們以前呢認為說，米最好是不要吃太多，特別是白米也不要吃太多。但是呢，我們後來呢又發現呢，米呢其實呢白米啦，其實我們每天都要吃白米的特別是小孩子在3歲到18歲呢，一定要吃白米。所以呢，在胚芽米過後呢，我們在深入的了解，我們才發現呢，我們的白米呢，只要是作為農村大白米呢，其實不是現代的精白米啦，你吃起來呢，它不會影響我們身體的血糖哦。所以我們就開始呢，就是用這種比較大型的傳統米角呢，生產呢農家白米。所以我們就從客戶的 feedback 來透過呢我們過去的經驗呢，就是把最好的米呢，就是生產出來跟大家分享我們也希望呢這種精神呢可以持續的傳承到下一代了，因為這個也是主業。然後我們這裡的稻田呢，很多農夫呢跟我們呢已經有整80年或者60多年的一種就是生意上的來往。只要呢稻田有存在呢，我們就會繼續的把這個行業呢就是把它發揚光大了。當然並不是這麼簡單了，這個行業因為它算是比較西洋的行業啦。如果是在私人的話，因為呢這個行業呢可以講說90多%呢90%已經是由政府呢就是控制，那我們小型的呢就基本上呢就是只能專注在提升那個米的素質了，然後呢讓大家有機會嘗試到不一樣的東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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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姓陈，名瑞丽，如风站、益丰站呢，从我的公公爸爸到我第3代已经70多年了，1950年就开始做到现在。从农场来的时候啊，收集那个新鲜的鸭蛋的时候，来的时候它没有分大小粒嘛，所以我们自己分类咯，用这机器帮我们分大小粒。分了后，我们才去做那个泥土，泥土是从高山那边拿来泥土咯，加盐加水搅到均匀之后，才来做腌制这个咸蛋。这个盐跟泥的水的比例要准了。这个盐也是很重要，这个盐是从 Australia 进口的盐，它的品质会比较好。所以做出来的咸蛋会特别的不一样。过后我们拿这个新鲜的蛋沾了这个泥，就是把它粘住这个稻米壳，烧焦的稻米壳，它的功能就是保护成一这样的防爆作用。那粘着滚下来就是完成了这个咸蛋。我们要等21天后就可以吃了这个咸蛋。招式要孔风的就 double check 一下，看有没有这个蛋啊是有坏吗？还是有里面可能有1、2粒是 double 用，分大小之后才来 check。在全马呢有20家做咸蛋，大大小小啦，但是很竞争啊。现在要看你的品牌了，要 quality， 看是同一样，但是吃起来不一样有的人做了它的蛋白是硬的，我们是软的，放那个稻米有稻香的味道不一样。这个稻是这里的稻对面不了工厂，所以很容易找。最后应该要多样化啦，因为不能单单靠这个卖咸蛋不了，所以我们做了那些关于咸蛋的东西咯，咸蛋饼什么就是制成那个咸蛋的东西来卖咯。那个就是那个咸蛋酥，还有那个咖椰咯，这2種最暢銷的。如果想家族生意可以持續落去，經營手法就唔應該一成不變。新想法確實能夠刺激銷量，以滿足年輕一代嘅市場。所以陳老闆2個仔就開咗間以鹹蛋為主題嘅咖啡。欢迎你们来到这边鸭蛋咖啡，这边是我们的餐厅哦。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后面也是有一个农场，那个是for给小孩子看。这边呢，我们广场的小配物是有火鸡，还有鸭鸡，还有一些小鸟哦。我是陈博学，也是第4代的咸蛋厂的孩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一起创造出来的咯。比如这些鸭蛋咖啡还有这些咸蛋咖啡，都是我们一起联合想出来的咯。因为我们想说，现在年轻人全部都往外跑嘛，像这种港风的地方都会越来越少人，也希望可以保留传统文化咯。我们咸蛋的制作方式那些，还有希望可以促进这边鼓楼的旅游经济咯，给更多年轻人发现到其实咸蛋还可以做更多东西，而不单单只是可以来配粥吃而已。这几年呢，鼓楼其实慢慢已经发展成旅游胜地了，我们也是其中一个景点哦。这个饼干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外面是用那个猪碳粉，那里面有一个浓巧克力，是为了解腻，不要给你们喝了它会这样腻口哦。这个咸蛋咖啡呢，上面这层白色呢是我们奶盖来的咯，用奶油打出来的奶盖这个黄黄呢就是我们的咸蛋黄咯。我们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品尝，不需要去搅拌它，因为搅拌它过后呢，会比较影响口感，所以我们慢慢喝到底，我们把那个蛋黄的味道慢慢吸收进去。特别就是这一杯咸蛋咖啡，是吸引人家来品尝，就是这杯咸蛋咖啡，应该是全世界第1家，我看咸蛋咖啡不是全马。一般嘅浮仔通常都冇足夠嘅就業機會，所以好多年輕人都會選擇去一啲生活水準比較高嘅國家賺取外匯，同時亦都可以見識下世界。呢種現象喺上世紀嘅80、90年代亦都非常普遍。
我去过日本做工啊，去过打工哦，做3年啊。我是2007年啊，2010年回来哦。在日本这机器的运锁厂哦，没有准证啊。那时候去日本都是没有准证的，很少啊，只有读书的人才有哦。跳飞机哦。那时候去的时候很多人去啊，我们鼓楼就是很多朋友去咯，就是我也想过去外面看看这外面的世界嘛。看世界又想赚钱，现在的人去欧洲比较多，年轻人。现在日本已经不能了啊，他的警察抓太多了。在日本啊，很好哦，很 relax 哦，又有钱赚又可以玩。我在东京，是我去的时候朋友介绍我咯，去那边啊，去那边学哦，做机器啊那些哦，这边工钱大约是算回马来西亚钱是多少？6、7千也有，7、8千也有咯，看你有加时不加时啊？没有 agent 的，我们没有 agent 的，我们直接去那边找朋友哦，去那边朋友介绍哦，你要做什么工也有啊。你不怕警察抓你吗？因为去那边赚钱了，就不是要怕不怕了啊，好像印尼外劳这样子怕了，没办法了啊，要为了赚钱，要看世界啊。什么让你回来这里啊？给警察抓咯。如果没有警察抓，我也是没有这样快回来啊。那时候要结婚了吗？我为了老婆想在一个地方定居这样子了啦。毕竟有年纪了啊，不想再跑出去了，就是要好好在这边做工定居、结婚生孩子那种。你的女朋友是3年没有见了？3年没有见了。没有相识有啦，当然是有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微信啊，只是在日本一直打电话回来咯。要用很多钱啊，用那个电话卡也是黑市的啊那种啊，了过后才有那种Skype， 我还慢慢接触日本啊 Skype 了 NSN 啊，一直新潮了咯，一直改变了咯。我是从事养鱼养虾咯，老虎虾、白虾，还有鱼哦，甲壳鱼，我养一种而已，它比较能生存啊。我们是批发咯，供应给批发商咯，批发他们就拿去哪里卖咯。鼓楼茶室是1957年成立的，在我爸爸的年代，他们说选一个好日子做开幕，刚好那一年是独立日，就选在8月31日开幕，所以到今年已经是接近68年。我是第3代，现在我跟哥哥在一起经营。鼓楼茶室目前是由一座建筑物是一个以前来说叫做公室，非店屋。那么一个公室里面有16格，可以分成16个租户，可以做16种的生意。那么以前是有4座的，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被大火烧了3座，剩下1座。可以想象那时候有64格的人住在里面在做生意。我可以想象说，任何的商场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大规模，里面有饮食，有五金店，有理发店，有维修电器，还有麻将馆 snooker 都在里面，应有尽有。裁缝店也是很蓬勃很多。我们茶室主要的特点是3大名著都有来光顾。吃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在最好的时候我们有马来人在卖沙爹、卖米罗令、卖咖喱饭，都是马来人。华人的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卖的东西是福建面、云吞面，那个时候真的是3大名著一起用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大名著还是在我的店光顾。我们有一档那个米板弄，它有炒面。米板弄是一个字的面，这个老板是第2代，从他的父亲经营到现在，他们已经在我们店第2代了。所以很多马来朋友，不管是老的、少的，还是年轻人去外国做了工回来，balik kampung的时候一定要吃他的面，都是一种特色。一些老把记、马记，他们从小就是吃这些马来食，在我们店吃了的，现在带到他的孩子，带到他的孙子也来吃，这个是我们感到骄傲的。那么3大名著，我是我的云吞面，你是你的米板弄，看起来整个画面很和谐。在鼓楼茶室隔壁有一间戏院，就是仙水戏院，它的前身是友爱戏院，它的开张同时期跟那个咖啡店一起。那么在鼎盛的时期，这里的戏是有邵氏、香港片、
台湾片，因为这个是整个渔村的唯一娱乐场所，当有好片上映满座是很平常的事情，每一场都爆满。我们的生意，附近的商业生意都是吸引了整个鼓楼的，包括了对面港和牛拉和附近的马来甘榜的人，他们都会跑过来光顾。在对面港的后面就是有印度人的圆球，每当有印度戏的时候，印度人全部都跑出来，从对面港 estate 很多印度人出来坐那个渡轮，然后过来，人山人海，我们真的是看到整一片都是印度人的，这个盛况一时无两。那个戏院也到了80年代也衰落了，今天也停止营业。呢幾年好多人都會選擇嚟鼓樓旅遊，當然少不了會嘗試一啲道地美食。頭先嗰間鮮水戲院，如今亦轉變為一間茶室。喺對面港，亦都有個集合咗好多道地美食嘅美食中心。當時睇到個閃閃亮嘅招牌之後，我就點咗碗海鮮咖喱麵。而令我更驚喜嘅就係呢度嘅蝦餅，簡直大件兼抵食。鼓樓非常出名嘅魚鱗凍係來自金目鱸魚，聽聞佢擁有美顏功效，所以非常受女顧客嘅歡迎。通常我朋友來我都是帶他去吃海鮮啊，去吃咖喱飯哦，好像滑冰哦，我就喜歡吃一個滑冰啊咖喱飯哦。還有新亞雞是遊客來都是去新亞雞那些啊。還有一間是我們很出名啊，那個叫做 Topik 啊雲吞麵哦。有一間是阿米的粿條咯，很多人去吃哦。第二朝早我就行咗入巷仔，嚟到嘗試阿比粿條湯。呢碗海鮮粿條湯有各種海鮮材料，味道確實冇得頂。食飽之後，見到對面有間好傳統嘅雜貨鋪。於是就膽粗粗咁行咗入去，同老闆傾下偈，了解下店鋪嘅歷史背景。我是碧才家家学会的主席，在这里担任了3届有了主席，1届也是1年吧。学校在1957年成立的，当时学生应该有1000多位吧，整间学校。现在的人数逐渐减少，剩360多位，有族学生应该20位左右了，是最近几年才慢慢有族才慢慢加入了，逐年会减少咯。我们乡下的人数啊，逐年减少。这2年都关掉一班了，逐年关掉一班，关掉一班这样子。我们现在都是鼓励多生一点。大部分每间学校都有一个精明教学器材，都是有赞助人报销。每一间课室都有一个，方便老师教学。提升这学生学习的能力，就是老师在电脑打出来，他的荧幕就显示出来咯，学生看了方便，也会吸引学生一点，有颜色啊，动画一点啊，这样子，大部分都现在在推行着。这个是政府的？没有，这是我们私人界占报销的。我们这里鼓楼好像一间课室，谁要报销，我们就给他报销咯，因为这器材是蛮贵一下的一套，对董事部帮忙找一些报销人来报销，我们也是要有人 support 啦，没有资金全部都不能做，设施方面不错啊，这里全部都有更新换新的了，食堂这里也是翻新的了，课室这个新建的，
这个 building 也是新建的，图书馆也有，图书馆里面还有冷气，学生在读书方面也是很舒适的环境。它的书的器材也是应有尽有。我们还有一个科学课室，因为现在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嘛，课室就很多，我们就拿课室来做一个好像科学的课室啊，给学生啊有一个体验。政府现在鼓吹学前班，就是以前讲的幼稚园，现在学前班是政府资助，读书不用钱，全部政府资助到完，就是读和吃一餐啊，吃一餐罢了，也是政府资助。学生是开放给对什么族群都可以，都可以，我们都鼓励都可以，全部的族群都可以。刚才那个学前班就补充一下，那个学前班的，而5岁和6岁读1年，他直接就进入1年级了。老师的资历也是蛮高，是大学生资历才可以，要有教师的文凭才可以教。其实是教育局在提倡了，我们是配合他，因为他开的条件也是我们接受得了，我们也要落摆咯。食堂、学生用餐地方，我们都要更新换一下。在2024年，教育局就在鼓吹这个东西，我们就是 building 全部更新一下，也要找老师来教。我们这里教，没有老师就是我们这里小学老师要下去教。一才小学很开心哦，读书，老师很好，校长又对我们很好，又给我们吃东西不用钱，那时候很好的回忆，帮助到我们很多，尤其那些教学会、董事会啊、老师啊，每个都很关心我们哦，所以很感谢一才培养到我们这样好。在宗教方面，我们的拿督公是家家户户都有供奉的。蔡文龙拿督公在渡头这里弘历了100年以上。那么在大街上有印度庙，印度庙也是几十年的历史，每一年都有神庙庆祝活动，我们叫卡瓦利，它会游行，还有在街上的那个德教会整一阁，每一年都有游行大视野，在7月很多善信都出来参加。因为有3大民族，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样，一条街里面我们都看到那个神庙啊、印度庙，有 masjid 啊，有德教会啊，那么每一年的节日的游行啊都是轮流的。你会看到印度庙的游行，很多印度人都跑出来，但是我们华人也有参与其中。以前是真的是人山人海，最近就有一个马祖游行，农历3月23有100周年的马祖游行，是在拉当杰斯尼的一个马祖庙。所以今年的盛大游行真的很多人，都是游过来这条大桥，过小桥，然后再游回去，真的是很热闹。所有的老的少的都是出來參與啦。喺河畔有間建立於1882年嘅聖果園，佢嘅建築風格古典之餘不失莊嚴。土生大帝就係聖果園嘅主神。2023年嚟到嘅時候，我哋就住喺聖果園隔離呢間古樓民宿。當時見到做完晨運嘅村民喺度打牙鉸，而且仲見到喺魚排上嘅工人開始當日嘅勞作。雖然民宿唔算大，但都見到民宿主人花心思喺啲佈置同設計度。而裡面仲有個綠油油嘅花園仔。行上2樓之後，就可以遙望成條河岸嘅風景。而今年入住嘅就係一間古樓民宿，佢嘅設計風格帶有濃厚嘅南洋特色。裡面亦都擺滿咗民宿主人多年來收集嘅古典家私。民宿嘅賣點
就係住客可以好舒服咁喺吊床上欣賞河岸遼闊嘅景色。鼓樓是一個慢生活的地方，因為大家都是土生土長的鄰居也好，朋友也好，同學也好，大致上都是互相認識的。不管是對遊客、對本地人，我們都會展現熱情的一面。很多人把這個地方當作一個旅遊打卡的地方，所以我們也是在這一方面有增加了一些設施。發展旅遊要從根本開始，不要因為為了發展而改變了你的生活，從你原本的那個漁民的生活保持最好的那個原始風格，那麼才是真正的鼓樓人。其實隨住時代嘅轉變，好多傳統行業都可能會步向夕陽。希望以人類幾千年嘅智慧，得以克服未來嘅挑戰。如果想支持我哋，只需要按 Thanks 謝謝按鍵，之後選擇你想資助嘅金額，寫低留言，再按 Buy and Send， 咁就 OK 啦。多謝你嘅支持。如果喜歡以上內容，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多謝觀賞。